林佩瑞教授，感谢你接受我们访谈。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西方人、西方政客和学者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看不清楚。你也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那首先就请您介绍一下，西方这个广义的西方对中国政府、中国政治或者中国政治制度有哪些常见的一些错误的看法或者天真的看法呢？今天很高兴跟童彪兄见面谈话。这个问题有很多层面，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是语言本身。那么多中国人学会了英文，但是水准不一样，可是千万有很多学好了中文的外国人极少，而且包括那些自以为是中国专家，常常我看他们写的书后头说 fluent in Chinese， 根本不 fluent。我们很多人说我说的挺好，我说的比一些别人好是真的，可是一般的来说，外国学者、记者都掌握不了，因为语言不是一个暗号，不是我把一个 message 递给你，是有感情、有含义、有各种 subtlety 在里头，而这个外国人这个会中文的不够。二呢，你刚才用天真两个字，外国人本来是因为，尤其是美国人，他心善，他是那种美国中部的基督教的文化出来的，对对方总是客气，对自己就是都是批评，有一种负罪感的心理，觉得人家说的那肯定是对，至少你在发现它不对以前，你不能你不能怀疑它对不对？所以呢，共产党说什么话，他第一个反应是，那肯定是真的，吸收，不问他有什么理由说这个话，不问他有没有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的意思。我最近编完了一本刘晓波的传记，跟吴大志一块编的。刘晓波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名字就叫《老外怎么看不懂中国官员》。他基本的意思是说，尤其是那些会英文的，去过外国，非常 sophisticated 的那些，他们回来说表层的很漂亮的话，很漂亮，让你觉得你也是个国际人才，你跟我们别的国际的文化是一样的，根本不知道他肚子里头第二层面是做党的工具，有一种 agenda， 他想推。第三层面还更有意思，在党的工具底下还有一个层面是他个人的利益，这种故事有很多。对，我记得方励之的自传里头有一段话是描写的挺好玩。他说他进美国使馆之后，外交部的一个叫藤一个高级官员，把美国大使李建民叫进来痛骂一顿，你怎么干涉我们的国家的内政？你怎么就把方励之这么个罪人的如何，把他骂一大通。李建民回办公室1个钟头以后，方励之写李建民告诉他，1个钟头以后是藤的办公室，要提醒李建民，藤的家人、妻子和孩子要移民美国，要拿到签证，
你能不能帮忙？1个钟头前，痛骂的这个人，下边就他自己的个人的利益出来。那么刘晓波总的意思是说，哪怕你中国话说的还行，你这些人格的层面，看不透，天真，你用天真的字用得很好。对，我也发现有一些中国的学者被广泛认为是官派的官方的学者或者知识分子，他们有一部分英语很好，或者其他的语言，他们用英语写文章的时候，用英语接受采访发言的时候，他们是认可那些普世价值、新闻自由什么的东西。对。但是用中文，他们从来不写一个字那样，全都是三个代表啊、习近平主义啊，都是这个。刘晓波的文章有许多这种例子。对，就是然后呢，很多中共官员他们在台上要反腐倡廉，要这个干干净净，结果下边就会接受几百万、几千万的贿赂。然后有的刚刚就是几个小时前在报纸上，他比如当地的一个党委书记在说他发表了重要的反腐败的讲话，下午几个小时之后就被中纪委带走去双规了，是因为腐败问题。是。还有一些问题尤其是美国政府里头，有一种前提，认为你们的政治的运作跟我们的大概差不多，都是对等的，常常用 the two countries 去分析问题，好像这2个政权是对等的。还有一个我一个这个政府里头的朋友管它叫照镜子现象，觉得比如美国的官僚制度里头有国务院和5星大楼和教育部各种大部竞争，它竞争的是钱，希望国会多拨给他钱，多拨给他是少拨给别人的，有那种竞争在里头。那么政府里头的所谓中国通，常常用这个模式去看中国的内在运作，中国政府的内在运作，什么国务院和外交部和国防部这样向美国的机构竞争，根本看不到中国政府里头的派系，不是根据你是哪个大机构的，是根据你的关系，所谓海派呀、团派呀，而且我忠于谁不一定是同一个机构里头，是有私人关系这种很复杂的关系网之类，他看不到，他就问都不问，他以为中国的政府的竞争关系跟美国的大概差不多，有个 mirror 的前提。对，这一页我也深有体会。我在课堂上专门有一个 slide 一个幻灯片来讨论这种就是 counterpart 的一种思维误区。这个例子特别多，比如说最高法院。对，西方有三权分立，尤其在美国，最高法院的位置非常重要，非常突出。对。然后呢，中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这院长啊、副院长来美国访问的时候，给予极高的规格。对，他们觉得这是中国这个像他们认为这能够起到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样的作用。但实际上，中国最高法院的院长、副院长，他们连政治局都进不去，还差得远着呢，比那个核心层要差得远太多，完全是一个，而且它不是独立的，完全是党的工具。党的喉舌。对，你这例子非常好。还有就是像一些这个律师协会也是，就是美国律师协会、各地的律师协会，他们也就是他们是一个行业自治的管理律师，但是在中国这个就是
叫刚狗 （Government Organized NGO），对，就是我把它翻译成共狗机构，对，就是共狗，对，就是声音就是那个，对，读音就是共狗，那就是完全是司法局、司法部下面控制的傀儡，而且它不但不能代表律师的利益，而且帮助政府去限制和迫害那些人权律师。对，那然后呢？但是恰恰是这个中国的全国律师协会，然后被西方智库、西方的基金会认为，这是代表中国律师的，中国有那么多人权律师，然后代表律师推动中国法治的，所以他们得到了特别多的这个基金会的支持。对，这就是助纣为虐，这个工会也是个例子。美国尤其是民主党喜欢支持美国的工会 union， 这是好事儿。看到中国也有 union 有工会，看不到它是共产党的工具，是从上面控制的，不是独立的工会。太多了，对，妇女联合会叫什么妇联？对，就类似这样的这个。共狗机构就是官方 NGO， 他们得到了特别多的支持，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妇联啊、全国律协啊也会做一点公共利益的事情，但是总体上他们是党的工具。对，所以有人叫管这种现象叫这个 fund the oppressor， 支持了这个 fund the oppressor， 对，支持了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基金支持，对，照镜子现象是，然后我又想起这个在美国前几年有人，包括好像是这个蓬佩奥前国务卿和一些议员，他们说我们不应该把习近平叫做 president 总统，对，或者主席。应该叫做就是他的真正的职务就是总书记 ，General Secretary， 总书记，对，党的总书记，对，他是党的总书记，而且中国党，对，习近平有好多这个头衔，有国家主席，有军委主席，有党的总书记，还有很多小组组长的，但是决定了他有最大权力的就是党的总书记。所以，然后而叫 president 呢，就暗示着好像是美国的 president 是全民。选出来的，全民的代表选出来的，选举有一个自由的选举，对，这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所谓照镜子结果。美国人要 president， 他马上以为是跟我们的 president 差不多的，可是实际上是党书记。对，那您前面提到的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西方人。他们会，假设他们有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最基本的一个底线。我觉得你说话，我要有一个最起码的诚实。虽然不能说绝大多数人都很天真，但是要有一个最低的一个诚实。而这一条恰恰不适合中国官员、中国共产党。就他可以。完全没有任何愧疚的去撒最大的谎，他可以特别一本正经的去讲我要为人民服务，我们要保护人权，我们签署了这个反酷刑条约，我们要认真执行等等。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心里面可能都在发笑，他根本就没有想去保护人权，去实现任何。这也是跟语言有关系。我有一篇文章分析。我叫做语言游戏，那个政府里头的语言是一个层面，实际生活是另一个层面，一直到小地方的日常生活里头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可是呢，我们不能说那个语言游戏层面是假的，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东西，你非得去学这个东西才能过日子，这个现象跟美国的社会也是相当不一样。美国当然也有官话，
有政客说的话跟老百姓说的话的用词甚至文法有不同，可是不同就不同在中国的那个语言游戏层面是个概括所有的社会的一切。你想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得学会这一套，而学会这一套不等于你认同它，所以马上有一个我自己打算盘跟我玩那个语言游戏的不同层面，习以为常就变成一种认为是 normal 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个我觉得相当可怕。而那个语言游戏表层里头，常常美国人发现呢说的话是假的，就很生气说 "This is a lie"， 这是不真的。他不理解那语言游戏层面里头根本不是真假的问题，是我的话能不能起作用的问题，能不能起作用的问题。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要是重复了，你们可以不必用。可是我跟 Andy 编那个天安门文件的时候，发表以后，compiler，把文件带出来的那个人，告诉我们，江泽民举行了一个政治局的一个会议，关于我们的天安门文件，有7、8条如何，然后有一条是李安友、林佩瑞，假装是学者，实际上是情报局的人，有那么一句，江泽民在介绍给政治局。我一看到这个，心里有个很大的矛盾。江泽民那么重要的一个人，一个世界上一个大国的头，说这么一句话有2种可能，一个是他，自己信，他想告诉这个真理给政治局；一个他自己不信，可是他说谎了去给政治局这个 message。我闹了半天，因为2个都是很可怕的事情。他真信是很可怕的事情，他说谎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我问了苏小康，他说：“哎呀，佩瑞，你这汉学学了那么久，你还是那么天真，这根本不是真与假的问题。江泽民说这个话，想的也不是真与假，他是把一个政治工具递给政治局，政治局递给别人，你用这个棍子去打林佩瑞和李安友，这是一种起作用的问题，语言起作用。连江泽民自己也许不问自己这是真是假没关系，我给你这个工具。这种用语言的方式，在我说的那个语言游戏层面里头是普遍的，而且被认为是自然的，可以接受的。但是外国人不懂，他根本不知道语言是这样衡量它的价值的。对，这个中国现在的国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又有人民又有共和。其他国家也可以观察这个现象，哪一些国家的名字里头有人民、有民主，常常是最恶劣的政府。刚果是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Congo， 北韩是DPRK Democratic 人民民主，对，什么好话都有。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可是我们可以问他为什么把这些漂亮的颜色放在自己国家的名字呢？恰好是因为他心虚，他知道我不是这东西，所以我得装它。对，瑞典不需要说，对，我们是瑞典人民共和国，不需要。对，而且是王国，直接就是王国，我们有国王。对，
中国的宪法第2章里边就是对那些基本的人权和自由都有规定，言论自由、集会、游行、出版、示威的结社的自由、选举权等等，对，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他就把它装作一个装饰，一个对，实际上是一个门面，然后呢，为了获得合法性。就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他根本就不想要给人民这些自由，在通过各种制度、各种法律和这个实际的这个国家机器来剥夺人们的自由，但是他要写进去，所以呢，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他把那些漂亮的颜色放出来，就是主要是为了国外呢，还是对国内的人装我们有这些自由？我觉得都有，但是呢，对国外可能更主要，就是让国外的，因为刚才我们正在讨论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外国人他们看不懂中国或者有很多误解，就是让国际社会知道哦，中国共产党他有这样的许诺，然后他这已经是写在最高的宪法里边，所以他想要获得这个叫 symbolic legitimacy， 对，一个象征性的合法性，但是同时他也要对国内也是愚弄国内的民众，就是我们有这些法律，有这些宪法，有这些承诺，那现在没做到，那这是对，这可能条件不具备，或者是一些官员他们素质不够，对，但是我们最终还是会实现的。但这里面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出来，在国内层面，就是我在中国推动维权运动，那维权运动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叫假戏真唱，也就是说，对，宪法里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集会、出版、游行、示威、结社的自由。那有一个作家或者一个网民因为一篇文章，或者是记者因为报道被抓了，我们作为辩护律师就要用这些宪法，对，假戏，我们知道你这是假的，但是我们要当真，对，我们说宪法有这个规定，你不能因为言论就把记者、把作家抓起来。我知道是假的，你知道，我知道是假的，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是假的，完全是对，但是好玩的。对，但是呢，就是这个，他又不能，法官在写判决书的时候，他又不能说这个，他不能说是游戏，对他不能说是，他也得假戏真唱。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用法律给予的这种。对象征性的合法性，那我们就对，那律师我们就有权利在法庭上用这些法律把它当真，这是推动维权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手段。对，Václav Havel 的那篇《无权者的权利》里头，对，有2页也是说完全一样的道理，说当时在捷克的维权律师，假戏真唱，可是他好像说有2个目标，一个是推动他的案子是真的，一个是你就玩这个游戏，让对方、让所有的人知道是个假戏，是 expose 他的假，有这么个作用。对，哈维尔和东欧就前共产党政权下的东欧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讨论一些很有意思的话，就是，生活在真实之中，就 living in truth。对，这个对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本人也很有启发。另外呢，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平行文化或者平行政治。对。就是你官方你们在说假话，你们在侵犯人权，做那些就是特别虚伪的事情，但是我们民间要培养一种真实的跟你官方文化不同的 parallel culture，parallel politics。从社会的小缝里头，你跟我彼此做人，培养一种新的一种公民文化，跟官方文化不同的。对，这个又让我们想到1984，
奥威尔的《1984》对里边，他有对这个语言的问题，他有特别多的，也是相当深刻的讨论。就是这样一个集权体制，先是用这个新话 Newspeak 对去，就是来和过去决裂，然后建立他自己一套新的体系、新的合法性。对对，强制的让你相信一件东西，哪怕知道你肚子里头不相信，从外表开始让你承认。这 Winston 这是多少？这是多少指头？4个。那是党说是5个的话，那是多少？啊，强迫你承认明明是假的东西是第一步，洗脑的第一步。对，对，这个就是这个新话呢，是像中国很多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些中国的自由民主人士，他们自觉不自觉的会用什么概念呢？新中国、新社会啊，对，就是这个概念太习以为常，我就把1949年是一个历史分界线，之前是旧社会、旧中国，然后49年叫解放，就49年之后叫解放后新中国。所以对有一些反贼啊，就是他们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冒出来，他们可能是不自觉的会冒出来这个解放后新中国这样的概念，对，就是在就是你很难去把这些语言的那个影响，也坏的影响从日常语言当中，或者从日常思维当中对踢出去。呀，我记得7980年我到中国去1年做研究，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常常对这个问题纳闷儿。这些作家、知识分子骂四人帮，骂10年浩劫，骂这个那个，但是很自然的说解放前、解放后，这解放意识不到它的原本的意义。新当然，新这个字有点意思，因为解放肯定是好的，新，可好可坏。我记得在天安门，在64的时候，64以前的天安门的时候，学生唱的歌之一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反讽的唱。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个对一团糟的新中国。对，不，这个是比较微妙。对，这个想起有一个维权律师，在中国很受尊敬的一个维权人士叫唐金玲。他这个在街头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个标语，他用手把那个第一个梅字给盖住了，就变成了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这个新中国就当然是指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对，然后还有就是他把那个第二个梅字也盖住，就是另外一张照片，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有新中国。对，所以就是很有意思，但是最后、让我想到方程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漫画，有个大牌子为人民服务，然后一个很胖的干部站在那个人民前头，为服务。对，为干部服务，为我这个胖子干部服务。对，对，刚刚说到这个2+2等于4，4个手指头，要强迫他说是5个。那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2+2等于4的自由，就是讨论这个奥威尔的这一段。那就是说用奥威尔的话叫这个双重思想，就是对于这个官员，这个中宣部党的干部，这共产党的这些这个喉舌来说，他们天天一本正经的说2+2等于5。那奥威尔的分析就是说他们其实内心知道2+2等于4啊，然后但是要说2+2等于5，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要相信2+2等于5。对，就是然后他要忘记
他知道2+2等于4这个事情。所以就是他同时深深相信2+2等于4，同时也要深深相信2+2等于5。所以他的这个分析非常有意思，就是对于中国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集权体制。对。那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讨论这个 authoritarianism、totalitarianism 集权还是威权，就是这样一个集权体制，它非常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这个就是2+2等于4跟这种双重思想。对，对。而你这话正好连到我们开头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外国人看不懂中国官员？外国人不知道有这问题。两个层面，你玩一个不同的游戏，他不知道。对。那表面的话是表面的真理，这么天真的把它吸收过来。对，就是1984里边这个解释 double think 这个双重思想的时候，对于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人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就是这些官员都是这样。但是我感觉西方人在这个自由社会、正常社会生活下的人，可能不太好理解这个双重思想。西方人以为有真有假，你说你的假话，你是在 lying。对，他不知道你是玩一个不同的游戏，根本不同游戏规则。在哪他不理解这个？对，就中共他撒谎，他不会脸红，他不会愧疚，他可以完全一本正经的撒谎。对，还有呢，就是在8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文革已经结束，然后要经济开放、改革开放，然后要后来公开的说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他们相信通过经济的市场化、自由化会一点一点的走向民主化。对，所以这就是接触政策，这 engagement 政策一直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就有这样一个幻想，用那个James Mann 的这个话叫 The China Fantasy， 对，写得很好。对，但是现在看来，中国没有从经济的自由化走向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恰恰相反，政治上更加倒退了，比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倒退了很多。这个现象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学文化的外国学者特别困扰，特别 frustrating， 因为我们比较早的能够看出来，这个政治开放不等于是民主，也不等于是为民主化，我们很早就能够看出来。说，可是没人听。James Mann 后来写那本书是很多年以后，就写得很好，可是他很早就看出来。大概只有到最近10年来吧，没有大概6、7年吧，6、7年，才外国的主流思想开始不一样，开始看到这个开放不等同于会民主化，我们早就看清楚了，刘宾念的。人妖之间出来是我的导火线，然后看了一些别的，而当时研究上岸文学出版的问题，有作家、有编辑、有出版社，最高的权威是中央政府。我有这么个分析，有4个层面。80年代把它发表出来。在学界里头，挨骂。他说：“你怎么能反共？最高的权威是中央政府吗？不可能。”那是很新鲜的一个说法。现在没有人怀疑这个分析，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错觉啊。Bill Clinton 和英国的叫什么
Tony Blair 这些对好心的，但是基本上是 naive 的外国领袖，对都有这个误解。对，James Mann 那个书是2007年出版的，那对，所以一直到最近5、6年、6、7年才会让一些人恍然大悟，哦，原来他们一直以来的那种幻想是成问题的。James Mann 我很喜欢，我非常喜欢，他是我的老朋友。但是他那本书07年出来，我第一个反应是 ，Of course， 当然，对，这我们早就知道。对。可是他起的作用非常好，因为我的反应是 Of course， 很多人说哦，那真的是 fantasy 吗？哦，对，对，Bill Clinton 他在批准中国叫什么贸易伙伴国 PNTR 对永久贸易伙伴国的时候，他就说这样一个市场开放的中国，然后会创造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要求民主的中产阶级，对，而中产阶级他就会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这很多人都相信这样的判断，在当时，当然长远的来看，有网络，有新设备，我们还不知道，可能长远的来看，这个作用也会起一点。但是他的意思是很快，20年以内，这会有一个中产阶级出来，这是完全是说中产阶级被买去了，共产党对，他这个中产阶级，李安他有写过，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谜题The Puzzle of Middle Class，那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这些有钱人，绝大多数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赚钱的本领，他们就是最有钱的那些，不是普通的富人，这是最有钱的这些富人，他们变成最有钱的人，是因为他们和这个体制和党政高官有密切的联系，是，对。所以这些中产阶级，他们不但没有动力要求民主、推动民主，反而相反，他们要维护这个体制，才能维护他自己的特权。对，所以呢，就是这个中国的就是对中国的政策，在过去一些年也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看到。在2016、17年，实际上川普上台之前，奥巴马后期就已经像 TPP 叫什么环太平洋什么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区之类的，那就是意识到要加强在亚洲的存在，然后意识到共产党可能会成为不但对地区，也会成为对世界的一个威胁。对。川普上台之后，这个就是中美贸易战啊，什么这个就是对，整个不但美国，整个自由民主世界对中国的这些政策，就是在发生迅速变化。我们也别忘了美国的商界的作用，那个跨国公司，全球上找到最便宜的劳动力，中国共产党控制着那么一大批便宜的劳动力，自然变成他们的盟友。我们大公司跟共产党一块儿去剥削中国老百姓的那种便宜的劳动力。中国农村到沿海地区，在工厂里头，干7天20，没有休息的时间，没有工会，没有公正的法庭，没有自由媒体，他什么都没有。美国工人理所当然都有的，他没有，而且劳动很便宜，而且很好。哎呀，所以这 manufacturing 全部他们然后把它带到美国去卖市场，美国
消费者占便宜是真的，可是那些大公司赚钱，他们也肥了，他们不希望rock the boat， 不希望跟共产党有矛盾，因为我们这个赚钱的渠道太方便，共产党帮我们控制一些便宜的劳动力，说穿了是这个现象。当然还有，但是轻微的多。一是中国的这个工资涨了，所以现在最便宜的是越南、是印尼、是印度，他们开始移动到那些地方。二呢，很多美国的或者跨国应该说是公司发现，在中国做生意或者做 manufacturing， 是中国的伙伴、中国的 partner，偷他的科技，办他自己的公司跟他竞争，他最后他吃亏，有很多这种 disappointed capitalists。可是我的意思是，这种美国人这种海外的这个公司的角色，在这培养共产党的力量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有责任。对，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责任，就是为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巨大的赚钱机会，他们就对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他们明知道这个棉花是新疆强迫劳动，他们还要去继续去购买做生意。对，这方面我也写过一个报告，就是讨论西方的公司参与到中国对自由的压迫当中。对，例子很多，像这个他们好莱坞的一个片子《木兰》，到在喀什的拍摄，然后拍摄的地点离那个集中营就只有几个 mile。这个我都不知道。对，不但他们在那儿拍摄，而且在这个电影片的片尾，他们感谢的名单里边有新疆自治区公安厅。